习近平最近高调频繁出访与接见外宾，展现大国外交雄心。但在这表面风光背后，中南海权斗风暴正急速升温。军方习家军遭连番清洗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传提前下台，四中全会变局风声鹤唳，甚至藏字石意向再现亡党时间。这场暗潮汹涌的政治角力，或正揭示中共政权深层危机。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杨正。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来展现前所未有的外交活跃度。4月，他接连出访越南、马来西亚和柬埔寨3个东盟国家，紧接着在5月初访问俄罗斯，与普京会晤，强化中俄战略协作。5月13号，习近平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4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，并发表讲话，强调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。此外，习近平还与访华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，意图联合南方世界共同对抗西方压力。表面看来，这一系列外交操作似乎意在巩固其国际影响力与国内合法性，但实际上却无法掩盖政权核心的动荡与权力危机。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，在今年3月之后就彻底从官媒消失。近日，中共国防部悄然清空其相关新闻报道，稍早仅留一则3月10号的公开活动记录，但5月13号，小编再度查询中共国防部官网，在高层的页面下，何卫东依然在列，但搜索何卫东时，却显示完全没有相关信息，而搜索另一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，则有200多条相关信息。何卫东作为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军中红人，本应是台海战争准备中的核心人物，如今突然人间蒸发，进一步坐实了他已被查办的传闻。何卫东人间蒸发，据报与原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案有关。苗华已被官宣遭停职检查，并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。率先爆料何卫东被抓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，上月在 X 平台爆料说，苗华、何卫东团伙政治案全军通报，罪状触目惊心，军队进入最严厉大清洗。何卫东与苗华均出自第31集团军，苗华被官宣停职检查前后至今，出身31集团军的多名上将，包括秦树同、韩卫国、赵克时等，接连传出被查消息。何卫东与这些出事将领均有交集，曾任苗华、赵克时、韩卫国的下属。爆料还披露，4月20号，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上将被带走，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中共政治工作部干部局局长陈江。5月9号，赵兰健又在 X 平台爆料，中共上将武警部队政委张宏兵与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已双双落马。这标志着继装备系统之后，中共政工系统也全面进入高压整肃状态。中共军政系统大抓捕的范围已从火箭军、装备部、航天系统延伸到武警与政法领域。此前一天，5月8号，王仁华与中共上将、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异常缺席政法委会议。因赵兰健的爆料，事后许多获得证实，因此备受时政观察人士关注。此外，独立时评人蔡胜坤也在 X 平台爆料，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、原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亦已被捕。有媒体盘点发现，习近平上台后亲自提拔了79名上将，目前已有10人被处理，包括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、李尚福，前空军司令员丁来航，2名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和周亚宁
还有军委委员、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。另外，中共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和前火箭军政委徐中波，虽未被公开宣布接受调查，但皆未到退役年龄就被免职。另据港媒《明报》2018年报道，中共前南部战区政委魏亮和前广州军区司令徐粉林被降级退役，再加上前述10几名近2年卷入落马传闻的上将，折损或超过20%。这些人几乎清一色为习近平一手提拔。蔡声坤认为，这是中共元老们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。据称，逼宫的政治老人有温家宝、王岐山，还有曾庆红。但赵兰健引用其军方线人指出，习近平的军权、政权和网络控制权空前集中。这波军中清洗并非针对反习派，而是习近平为备战台海而亲自主导的内部整肃行动，目的是打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战。时评人唐靖远在自媒体节目中质疑，这次从军委副主席往下是一锅端式的清洗，抓的都是习近平的人，而其他派系的骨干都稳如泰山。稍有理智的一个总书记又怎么会傻到自废武功，把自己在军中的人全都给抓了？资深时评人张天亮也持保留态度，他指出，如果真是为战争准备，应重点整肃作战部门，为何连武警司令政委也遭整肃？除了军队动荡，中共政坛也风声鹤唳。近期有传闻称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可能在4中全会上被提前退休，由李强接任人大委员长。李强的总理职位则由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接替，总书记则由丁薛祥接棒。赵乐际3月间突然缺席中共人大闭幕会，引发关注。虽官方称其为呼吸道感染，但第2天却又出面向媒体感谢报道，动作诡异，被外界解读为刷存在感以自保。张天亮博士分析，有4大原因让习近平不信任赵乐际。1. 与曾庆红关系密切，赵乐际曾受曾庆红提拔，背后牵涉江派势力。2. 拥有人事权与政治资源，赵乐际曾任中共中组部部长，提拔大量干部。3. 掌握党内高层贪腐证据，赵乐际曾任中共中纪委书记，熟知各路人马弱点。4. 身为人大委员长，具宪政合法性威胁。毕竟中共全国人大形式上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，如若赵乐际有所动作，比习近平更具合法性。张天亮指出，虽然上述种种传言尚未得到官方证实，但是这么多传闻本身也反映出中共高层确实是非常动荡，角力非常激烈。按惯例，中共北戴河会议将在2025年7月底登场，攸关中共下一届高层人事布局的4中全会随后将召开，届时习近平能否度过执政危机，值得进一步关注。近期有中国网友实地探访贵州平塘长埠藏字石景区，发现过去赫然可见的中国共产党王6字后面竟隐约出现一个时间数字，疑似为2027或2029，让许多关注中共命运的网友议论纷纷。特别是2027年适逢红羊年，被一些传统文化研究者视为凶年。结合中共高层的现状，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天意与预兆。从外交布局到军队清洗，从人大异动到藏字石意象，习近平正处于一个看似权力集中，实则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当习家军被一锅端，当老部下全数被抛弃，当常委之间毫无互信，这样一个高压脆皮政权，真能实现习近平所谓的中华民族复兴吗？
或许我们正见证一个集权帝国内爆的开始，未来未可知。但当各种预兆与意象纷至沓来，也许历史已悄然揭开了它的新篇章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